韩国是第一岛链嘛，韩国自己还不认为啊，韩国说我只关心北韩，其他一概不关心啊，不关心中国大陆。那谁关心中国大陆的军事成长？就是日本、台湾呐，那菲律宾啊，他有关系没关系都没什么差别啊。反正就是你美国给什么我要什么，没有什么我就算了，对不对？那你说中国大陆会跟菲律宾起武装冲突，也不切实际，因为菲律宾不经打，中国大陆也没兴趣。真的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日本跟台湾，他要武装日本跟台湾，他讲说我第一岛链不够啦。所以就用这个理由给日本跟台湾呢升级武装准备的一个理由。大陆的3连杀，特别针对了经济，还有针对了他们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做的击杀。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在军事上面，就是在渤海这边的演习，这3个击杀，将军用什么看对于日本的冲击？我觉得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这个跟涉台有关的言论之后，中国当然大陆对日本的各项采取的措施是接连的连环拳，接连不断除了在经济跟科技方面，军事上面也是不断的加码，而且没有停止过。从去年我们刚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海好几次的军演。那另外钓鱼台那边，中国也加强战备警巡的能力。另外，在日本本岛周边来讲，它除了说用辽宁舰到穿过宫古海峡到日本的东部海域去实施所谓的战备警巡之外，它也跟俄罗斯合作实施联合空中战备警巡。然后俄罗斯所用的图95战机的航线跟这个解放军所用的轰6战机，刚好对日本形成一个包围之势。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此告结束了？我觉得没有。在今天我们又听到一个更新的最新的一个军演的一个讯息，就是解放军又要在渤海实施军演。那这次渤海军演跟以往的几次有什么不同？这次很明显的是用了4艘055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做军演。那第一个我们看地点它选择在渤海，渤海有2个意义。第一个，它是曾经甲午战争发生的地点，所以说大陆来讲的话，它选择这个地方来做演练，很明显的是要汲取国耻的教训，激发全民同仇敌忾的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认为选择在渤海，那第二个意义就是它要捍卫它的中枢所以北京、天津还有这个河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中部战区的划分来讲，它属于是中部战区，也就是它战略预备队的核心所在位置。我们知道大陆战区分为东南西北另外还有个中部战区。那中部战区就是核心的位置，也就是除了巩固经济的安全之外，也就是整个国家战略预备队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说，选择在这个地方军演，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大陆也看到前几天这个美国队委对他动手？那当然我们不认为说是美军会异想天开、愚蠢到对中国大陆来实施所谓的斩首作战。但是这个对军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要做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准备。那也因此，他用了4艘驱逐舰055这种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摆成一列，所以严阵以待。那1艘055的战力有多强呢？我们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所谓航母战斗群呢，不管是辽宁或者山东航母战斗群，它通常所编配的带刀侍卫就是055，大概只有1艘。那也曾经在演习过程之中，单独1艘055驱逐舰，就是南昌号，它单独去单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这种在这个之前的演训也曾经发生过。第3个你知道吗？曾经有1艘055驱逐舰带着1艘的这个补给船，还有1艘054护卫舰，它就可以远航到澳洲纽西兰去绕了一圈回来。所以光1艘055的战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次居然用了4艘，而且是摆在这么窄的一个渤海海域，可见呢，大陆来讲，用军事威慑日本的决心是不会停止的。第3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会形成一种常态化，因为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军事演习的这种力道没有看到它放轻，所以我认为之后，这次055的在渤海的军演之后，一定还会再看到紧接着而来，解放军还有在这个所谓东海地区的军演，那这个方面可能日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方面可能解放军如果说是高市早苗不收回相关言论，那大陆在这个地方的军演可能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军演。日本跟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矛盾还在持续，两国之间航班已经取消达到40%了。那么中国接下来的杀手锏会拿出连美国都招架不住的稀土王牌来限制日本吗？我们来看个数据
中国海关呢有统计，在11月大陆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是成长13%的，已经接近7000万吨的水准。但是对日本的出口呢，还大幅增加高达305吨，这比10月又增加了35%，所以货是继续卖的。而且11月7号，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说法，然后引发了中国大陆非常大的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限制了旅游，限制了水产，但是重要的稀土还是继续卖。那日本这边他也知道这个稀土是未来的方向，也不能受限于人所以他们近期也宣布要开采在这个深海的一个稀土，甚至跟中亚国家来合作。那目前中国对日本的稀土供应策略呢，是养套杀吗？还是说，虽然高市早苗说了一些让习主席不是很开心的话，但是还没有到要打稀土这张牌来制裁的程度？想先问一下赖老师你的看法。稀土是这样的哈，因为你开采稀土提炼，最后你还是要来卖的嘛，不然你就没有必要去开采去提炼它嘛因为开采要成本，需要钱，提炼它会需要成本，会需要钱，而且呢，它还需要很多的技术，需要很多的设备，你最终还是要把它卖掉来赚钱，你才能够继续让它生生不息、永续经营。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些国家，它对于你做一些科技上的限制跟禁止的时候，你当然也要拿出一些东西来反制。那你就看说哪一些东西它没有。刚好稀土就是你这些美国等相关的国家它所没有的，或是缺少的，那当然就可以用这个来控制、限制它。其他的国家一样可以供应。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也都知道，日本也知道，日本10几年前的时候，它就被这个中国大陆禁止限制过稀土，因为他当时也要用半导体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就说好了，你半导体原料那限制我，那我稀土我就不给你了。那也造成了日本当时产业界的一阵恐慌。10年前日本就已经说要去挖这个深水的泥土了，10年前已经投资了，搞了10年了。那为什么没有成功？非但没有减少依赖，反而更加深依赖。这原因很简单，南鸟岛或者是最早他们说在冲之鸟礁那边有发现有稀土，可是问题在深水海域中，你的开采起来的时候，你开采的设备，你开采的数量，还有你的整个成本，到最后你在提炼它的时候，那问题就来自于精加工，你还是没有这个能力。那你要具备有精加工的能力，就是精炼的能力了。你基本上你还是需要有学校，要有大学的教授，有研究生，有这些科系的学生来帮助你，然后你还要再做设备，所以这些都需要很多的钱，需要很长的力量的投资。那问题就在于，当你在做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是非常有效率的了，非常有效率，而且本身是非常好的稀土矿。因为大陆都是在最好的稀土矿这边来去开采稀土，所以它的提炼、它的开采、提炼到这个最后做成精炼的时候，它已经是一条龙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成本已经可以控制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那你日本，你的成本呢？你的成本很高，你的成本很高，你的价格就非常的高。你价格很高，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第一个，你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是国营企业，可以政府来贴钱。对。可是如果你是民营企业呢？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会说美国跟欧洲跟日本，你打死我也不相信你做得出来，因为你一定是民营企业。为什么？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国营企业，它一定是民营企业。好，那你民营企业，如果你用政府的补贴，我可以告你，可以到 WTO 告你。也就是说，补贴的企业它要受制裁的，补贴的国家它要受制裁的，所以我就有个筹码来去制裁你了。所以补贴本身会被制裁。第二个就是你开采出来以后，你的数量自己国内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经济效益？是。那你国内的数量不够，因为中国大陆是卖到全世界。那我如果美国或者我日本，我自己开采出来，我只卖到我自己的国内，那这个市场太小，它要卖到海外去。可是问题是你卖到海外去没有这个竞争力，那你卖国内，你的企业它的价格这么的高，那我国内的买家。我可以从中国大陆买便宜的，我为什么要买你贵的？那目前美国他们的主张是说，那我就做一个最低价位的定价，说你不能够买于最低价位。
可是我如果是买家，我为什么要听政府的？我为什么要买贵的稀土？我不买中国大陆便宜又好的稀土？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你是不是政府又要补贴它？一补贴可不可以告？可以告。然后如果你禁止中国大陆的稀土进来，那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再告你。为什么？歧视性的贸易行为。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为什么美国早就知道它缺稀土，澳大利亚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做不起来，都做不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我讲的这些限制，所以它永远做不起来。日本也别想。我个人是认为，大陆现在的态度就是说，看你日本嚣张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使出杀手锏，那就是你日本啊，因为要用就要用到最大的力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现在事实上是在慢慢的养到可以的时候就用出来，就直接出牌了。好，那么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引爆的点，就是这个永和论哦，因为高市首相以俄乌战争为例呢，他积极推动这个安保3文件的修改计划。就是希望让无核三这个原则里头要删除其中不引进核武器的规定啊。这么一来会有哪一些变化呢？就是日本可以在国内部署美军的战术核武器，还有核武潜舰等等了。那这样子的军事假想敌是谁？相信就不言而喻嘛，一定是剑指中国大陆了嘛。对此，那中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当然就要出面来批评啊。说日本这样是破坏区域和平，然后中方是要坚决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啊，叫死灰复燃，不让你做这个核武，你还要想去改原则，这当然是不可以的问题。好，现在高市首相想改这个安保3文件，问题是这有这么容易吗？而且背后的老大美国他会允许吗？将军，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安保3文件哈。那个我们这个请这个导播。Fox 在这个我们这上面的安保3文件，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你就了解说这一个国家安全怎么回事。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只有靠国防军事，它包括地缘战略包括你的军工产业，甚至于包括到你的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最后还有国民的心理，整个都已经包括在里面。那我们讲。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地缘来讲的话，你看到它国土非常的狭长，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战略纵深可言，而且它周边所面临的都是大国都是国土纵深很大的国家，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中国，所以在日本这种地缘战略上面，而且中俄两国都是核子大国，你贸然发展核子武器来讲的话，试问一下，以你日本这种这个国家的。国土没有战略纵深状况下，如果说一枚核弹就足以将你所以南北完全切断。那当然，民众的心理你也要考虑到，民众心理到底愿不愿意这个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尤其是说日本这本身这个经过24次世界大战被轰过2颗原子弹，很多的民众记忆还犹新了然后他们愿不愿意要用发展核武来嚇阻自己国家被核武打击？这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二个，我们讲到是国家防卫战略。国家安全防卫战略是支持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却是指导国家防卫战略。简单的讲，就是国家的国防政策要采取什么样国防政策？你到底要采取攻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恢复你日本自己本身以前的自卫队的和平宪法的宪章，还是要恢复成一个军国主义，恢复所谓他们自己所谓的一个正常国家，建立一个正常军事武力？那依据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说是就日本来讲的话，你当初因为有的这个和平宪章，采取只有一个自卫国家的能力来讲的话，不采取军国主义的政策，所以才能够确保你2次世界战后80年的和平没有经过战乱，而且你可以将国家很多的这个原来用在军队的资源来讲发展到你的经济上面，其实对你国家来讲是反而有利的。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防卫力整备，也就是依据你的防卫战略，如果说是你攻势的战略来讲的话，当然你就要买攻势的武器，包括你是不是要买核子武器，或者是说这个核子攻击潜舰或者是长程的攻击导弹。那你如果说是恢复你自己军国这个和平宪章来讲的话，当然你的武器只是限缩在你自保自己自卫能力的武器就可以。那大家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是你纯粹只是自保，当然你的费用会比较低。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这几个核武大国，他们来讲，他们是不会用核子武器攻击你的，因为这几个永和国家来讲的话，他们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说法，都有一个限制使用核武的条约，就是说我不会用我的核子武器去攻击这个没有核武的国家。是。那如果说你日本不发展核武来讲的话，当然这几个国家不会用核子武器去攻击你。那我觉得日本自己最好要评估一下你的地缘战略，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搬不走，你国土是这么狭小，那你承受不起一次的核子武器攻击。我想说，2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福岛的核灾变也已经证明了，你承受不了核子武器的攻击，那你为什么还要硬要往核武方向去走，硬要往军国方向去走？我觉得美国应该看得很清楚。那美国我这个高市早苗，我建议你赶快及时回头，因为你的国家承受不了这个所谓的核子的1次5次攻击，对你来讲的话，会将你会遭受到灭国之灾。了解。好，根据美国五角大厦有一个最新的军力报告，现在产成了中共解放军已经具备对美国本土这样直接长程打击的安全威胁能力了。那么尤其是中共解放军的核武库存是突破1000枚的，并指出呢，中国目前的军事焦点毫无疑问是放在了第一岛链，而且随着北京持续的变得强大，解放军的成长要打造可以在全球投射能力的军队这其实跟这个北京一直宣称要在2049年构建完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雄心这个时间轴其实是相符的。好，解放军如果真的像报告中说的那么强的话，那美国第一岛链的盟友，刚才提到的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这些岛链的棋子，又该来怎么解读这份报告背后意味着美中现在的关系，还有军事两国的一些化学反应，是在替美军的全球防卫重心我们要转移了，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岛链可能没得玩了，我们要退走到第2岛链，先打一个预防针吗？还是说是五角大厦对这个中共解放军在虚假的恭维然后实质呢是针对性的一个话术？委员怎么看？既有恭维，也有实质的评估。这份报告有几个很重要的功用第一个，反映出现实。大陆现在正在增加它的核子武器的数目，有人说它现在只有500枚，有人说它有上千枚。对，这个我们不知道它几枚。不过合理的来讲的话，中国大陆至少应该有1500枚战略核子弹，500枚战术核子弹，这个符合它国家的体量。因为你美国有多少？有5000颗啊。当然，美国的战术核子弹比较少，听说只在100颗。可是俄罗斯呢，有6000多颗，有1000多颗战术核子武器那中国拿个2000多颗并不为过。当然，比较晚奏的核子武器的技术会比较成熟。是。但不管如何，中国有这么多的核子武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它又是2次大战的胜利国，又是5常连那个英国、那个法国都有几百颗了那中国如果像过去一样那么保守，也是100-200颗，我是觉得不符合它的国防的需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份报告呢，那么把这个中国大陆的能量也夸大了一点，目的何在？就是要跟美国国会要预算嘛。你如果不把解放军形容得很强，而且说你看看2049年所以你要多给我预算了，所以这基本上是维护他军事预算不被美国国会给删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第3点他除了说要有国防预算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武装日本跟台湾。他讲说我第一岛链不够啦，所以就用这个理由给日本跟台湾升级武装准备的一个理由。因为什么叫第一岛链？那个韩国是第一岛链嘛，韩国自己还不认为韩国说我只关心北韩，其他一概不关心不关心中国大陆。那谁关心中国大陆的军事成长？就是日本、台湾那菲律宾他有关系没关系都没什么差别反正就是你美国给什么我要什么，没有什么我就算了，对不对？那你说中国大陆会跟菲律宾起武装冲突，也不切实际，因为菲律宾不经打，中国大陆也没兴趣。那真的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日本跟台湾。日本跟台湾的话，就刚才这个丽将军就有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些再武装它是一个美国的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进有时候停一下，有时候扩展一下。那我个人判断，以像美国这样的气氛他不想完全负起第一岛链的责任、防卫的这个成本，但是也不想完全退出。你说他完全退出也不太像，
啊，他会去积极的去供应台湾跟日本自己花钱买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沿海的一些城市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啊，用这种威胁的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嚇阻中国大陆解放军把力量投射到东太平洋。他基本上打的是这样一个算盘，所以他把这个解放军描述说，他有全球投射的力量。我跟各位讲，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解放军没那么多基地啊。全球投射力量是要很多基地才行啊。不要以为飞机啊可以不停的飞就能够打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航空母舰不需要停靠就能够长期作战，不切实际。那除非说，这个中国大陆能够在印度洋啊，在大西洋啊，能够找到很多的军事基地，要不然的话，说中国大陆会把武力投射到全球跟美国争霸，这个是美国人用来怎么要预算用的了哈。但是台湾跟日本就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日本修改什么安保3文件啊，那么再次拥有核子武器啊，我个人判断是在美国的这种战略思考上，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台湾的军事经费要常年维持个5% GDP 以上，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2个都是美国的附属国，一个比较大的位阶比较高的附属国，一个位阶比较低的附属政权。好，那就看解放军怎么去应对啦。中国大陆的这一场演习，实弹演习，中国大陆24海里的实弹踩线，这一次也要特别来看北京火箭洗地来测试台湾，美国的部分失声成了最大的破口。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这是被视为是史上最近的一次了，24海里的实战的射击，解放军已经把对台开火从示威进一步推升到实战前1秒了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一起来关心，这一次的演习没有用这一些昂贵的飞弹，而是用这种便宜而且量比较大的远程火箭系统。北京是在测试什么呢？台湾的防空系统撑得住火箭雨吗？第3件事情也来看看美国的态度。美国在这一次的大陆的军演，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放假，所以也没有做回应，是非常低调的处理。习近平是已经摸清了底线了吗？认为说美国就会在这边看着，也不会多做多管吗？是这样子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这一次东部战区解放军在12月30号的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期间，对台湾的实弹的一次射击，国防部已经正式的证实了，大概是27枚左右，落的点。他这边也特别提到，却是比较接近台湾的，也是我们24海里的里面，这是来自于国防部的最新说法，并且证实了是落在史上最接近台湾的地点。好，一共是2波的这个攻势，我们看到第一波是在早上9点的时候，一共是对台湾的北部发射了17多枚的。我们看到这个多管火箭，那么另外一头呢，第2次则是在射击了10枚火箭，那么落区是在台南的西方。这一次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试射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这种比较昂贵的弹道飞弹，而是远程的火箭系统。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一款火箭系统，包括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而且呢量是比较大的。以精准度来说，确实不如弹道飞弹，但是它能够结合 GPS系统，射程最远也是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国大陆这一次发射了这一种远程的火箭，是趁机恫吓这种远火洗地的能力。比起数量来说，这个飞弹大约是3000多枚的飞弹，这一种廉价的火箭系统对于台湾的防空威胁来说，会不会其实是更大的？因为它量大嘛，委员怎么看？是，我想其实这个问题真正的专家应该是干哥了哦。那么，但是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它有弹道飞弹，它有远程火箭可以用哦。可是关键问题是在于你究竟是要打什么？你究竟是要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恐怕这是他这一次演习之所以要使用远程火箭最主要的原因了。就如果今天你是锁定了我们的机场哦，锁定了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塞基地，锁定了我们的这个爱国者这个防空飞弹的发射地点哦，那么你当然可能用所谓的这个弹道飞弹会比较准哦。可是问题是，事实上，如果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
北京政府所采取的这次的军事演习，它看起来主要的目的是要演练对台湾进行封锁。那么进行封锁就不是点的打击了，它需要面的打击了。那这个面的打击，你不可能都用这个弹道飞弹，用飞弹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价格成本太高了哦。那么再加上台湾有一定的这个防空飞弹的系统存在。那么你用弹道飞弹，一旦如果被防空飞弹打下来了，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用远程火箭，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因为我需要面的打击。那么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以前他们都在嘲笑说远程火箭不准啊，就用远程火箭打台湾打不准的。可是从这一次你看到，它分2个地点打，它从平潭射一波，从泉州射一波，它这2波都进入了24海里之内，所以某种程度来讲，这2波所射出来的这个远程火箭都可以证明他们的精准度有大幅的提升了。那我说，如果你是打面跟打点不一样，点要非常的精准。可是打面来说，你只要能够覆盖在这个范围之内，达到这样的这个打击跟歼灭的效果，你的功能就达成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因为我有这么多廉价火箭，我有这么多这个远程火箭，我不用，我干嘛闲着没事杀鸡用牛刀，对你所有的目标都采取用弹道飞弹的攻击方式呢？因此，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练过程当中，我认为它最主要要展示的就是告诉全世界，告诉台湾，告诉台独分子，我光用远程火箭就可以封锁你的港口了哦。那么接下来，如果我再用我的弹道飞弹，那么就是要做精准的目标打击了。好，确实这一次国防部也特别证实说，是落点是史上最接近台湾的哦。就算是靠的是这种火箭系统，那干哥又怎么看？只剩下24海里这一件事情，在背后的政治意义上，您要怎么解读？他这一次其实真的这个是实弹嘛，那大家就看到实弹的确已经打到你的家门口了。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北方的那个17枚火箭弹这个火箭弹我要先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它叫做。它也可以称之为火龙火龙火箭弹。那端看它是携带什么样的那个装药来决定，最远可以打到300公里之外。大家知道说，从那个福建的平潭打到新竹的南寮渔港，最近的距离只有多远呢？就127公里而已。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就在这边127公里，那它的射程有300公里，那它绝对可以覆盖。也就是说，它在福建平潭的基地就可以直接打到这边来，那这个叫做远火，也就是说，中共的就是说远方箱型火箭部队，像这样子的部队是师承于2次大战史达林的多管火箭，也就是史达林的风琴，它叫做卡秋莎火箭，也就是当时在史达林格勒之役的时候，端靠这些火箭就是说阻挡了德军的攻势。其实德军出动100万部队是要包围了史达林格勒，后来被朱可夫的部队，也就是当时的苏联的元帅朱可夫动用200万部队反包围起来。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卡秋莎这种多管火箭。苏联是卡秋莎这种多管火箭的发明者，也是就是革新者，一直革新到现在。那像这样子的武器系统，不但在战后被苏联不断的改进、发扬光大，变成龙卷风系统，现在最新的。那 PCH 191就是中国仿制那个俄罗斯，但是现在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在性能提升之后，已经完全自制了，已经没有苏联技术成分在里面了，也就是它自己提升了，就有点像我们国军不是有雷霆2000吗？听过吗？我们有雷霆2000，我们的雷霆2000的那个作用也是跟这个 PCH 191是差不多的。那这次真的已经发射了，你从北方射来的17枚，它已经抵达了距离台湾129公里的北部海面，从南方射来到台南西方的海面已经到了92公里。也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打到你家门口，不是打到你家门口，而且打到你家里去。那多管火箭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以为以前的多管火箭都是用打一个面，对不对？对，其实老实讲，现在还是打一个面，但是它今天都有带着 GPS， 对，已经不再像是以前，就是大概打一个区域这样子，有点像火炮，因为火炮是不准的，可是火箭呢也是不准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火炮跟火箭弹都有带 GPS 系统了，它仍然不像
这个战术飞弹那么准确，可是它已经能够涵盖这个面的话，就像刚刚委员讲，如果今天我已经锁定你的乐山这个雷达长城那个雷达系统的话，那我用火箭炮也是可以达到的，而且它的单价只是飞弹的1/10到1/20而已，只是它要发射多枚去覆盖。所以这次我觉得对这次共军已经对这个演习哈，也就是正义使命2025这个演习哈，我觉得因为不在我们的城区、都会区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感受不到。但是在外海，其实老实讲一句，我们的军方、我们的海军的感受是很强烈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已经开到你的门口，然后火箭炮已经打到，这个已经太近了。我坦白讲一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警讯。我觉得海峡双方都必须要去好好深思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两个都是兄弟之邦，而没有坐下来谈的话，像这样子的挑衅只会日复一日、日甚一日。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台独势力，你自己要去想一想，将来你还要再破坏两岸的和平吗？而且这24海里，其实我觉得代表了很大的政治意涵。就是第一个，以前对台湾来讲，海峡中线是我们的这个防卫基准线嘛，过海峡中线我们就视为这个侵略行为了。对。而到现在呢，海峡中线已经没有了，已经完全被没收了。是。然后我们的交战守则也再也不提海峡中线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现在退到24海里了。24海里就像刚才干哥讲的，大概就是40-50公里的地方了。对。24海里已经是逼近我们的生存线，这个发展的这个最重要的底线了。再过24海里呢，我很好奇的是说，这一次到24海里，下一次呢？下次到20海里的时候，你要不要动手？你要不要交战守则？到了15海里的时候，你要不要动手？当它越来越逼近的时候，由训转战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了。那个时候，台湾根本就是无险可守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演习的实弹演习已经射到非常的近，几乎都已经到了家门口了。在此刻哦，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发动这一场演习？除了警告包括台湾吗？还是警告日本？还是美国呢？其实也有做一个分析，这是来自于华府智库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位研究员他直接做了一个分析，他说真正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国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一个最低限度的回应，尤其现在的时机点刚好，美国不是人都在放假吗？现在放这个圣诞假，放新年假，所以他想要试试看，说让华府在这个时间也很难迅速的回应哦，也让大家看到说，尤其啊，这个北京跟这个美国啊，现在正在所谓的互利美中经济的关系，川普此刻正想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4月前可能访中之前，白宫是不会愿意为台湾来主动升高冲突的，借此也削弱了全球对于美国的信心。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解放军真的已经达到如此的目的了？汉庭又怎么看？所以这不仅仅是大陆对美国的测验，更是一种精准的战略定型。当然了，北京这一次军演3大矛头：第一，日本；第二，美国军售；第三，就是警告台独民进党。那这一次呢，是在欧美的耶诞假期，正义使命，有点符合《孙子兵法》所说的“攻其无备”。那川普呢，低调回应，对吧？笑着说：“没事，我跟习大大这个关系很好啊，这个不用很紧张。”他已经完全掉到北京设定的陷阱里面了。为了要保住4月访华的面子跟贸易订单，所以美国正在丢掉西太平洋的里子。所以费瑞安学者说，北京要的就是华盛顿的最低限度回应。川普是什么人？极端极致的实用主义者。所以此刻的他，只有明年4月要访北京，明年中美要见4次，未来呢能够拿到让美股继续狂飙的贸易订单。那北京当然知道。所以只要不实质开战，川普都会视而不见，哪怕开战，搞不好也可以被交易掉，这就是阳谋啊！所以北京利用川普不想破局，还有整体美方在看到了大陆93阅兵之后，选择避战为主的心态，就把军事演习常态化、逼近化。所以川普呢，乍看之下，你看这个我们表现沉稳啊，实际上就是把台湾议题给交易掉了。那如果我们从军事科学跟数据的角度来检视，在这一次博弈背后，那能不能够有中美的角力呢？所谓的突袭核心就在于 OODA 的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速度差。所以时间窗口的选择，第一个，西方呢现在还是圣诞啦跟新年假期，是美军全球指挥体系效率相对比较低的时段，人员休假啦、战备等级的调整啊、情报的传递都会比较长。那解放军在这个时刻来动手，就是在实测，就美军如果处于
假日模式。那从发现我军集结到做出实质性的军事回应，要多少的时间？那第二呢，当大陆对我们拒止线的推进不仅呢是早就没有海峡中线啊，更是把实弹射击区就压到了24海里。就表示在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常规导弹的飞行时间也被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所以台湾的防空系统这几乎就没有留下一个很有效的拦截窗口。再来第三，为什么要靠各种的火箭雨呢？因为这也是展示背后工业生产链的肌肉，就告诉你这些东西我消耗得起，我生产得起。相较于你美国去提供给什么乌克兰大量的标准2、标准6导弹，你的库存回补期又长。不像大陆这种火箭弹，它就跟下饺子一样，你玩不起。所以川普的误判在呢，他用做生意的逻辑看天下，认为你看这个没事，对吧？我能赚钱，双赢。但大陆下的是围棋。当极限施压成为常态之后，实际上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就已经是北京说了算了。这么多年以来的军演，美方也从来没有靠航母，反而是什么呢？航母本来在附近，然后都绕跑了。所以北京呢，在4月之前也不需要翻脸啊，就只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让你美国多习惯一下军事演习这件事情，这样就好了。所以美国当然中了算计，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中计。日本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松口，可能会造核潜舰。中国大陆呢，根据了解日媒的报道，可能是备战准备登陆吗？美国接下来撑不撑得住整个东亚的情势，我们就会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在这一场中国大陆的军演之后，日媒是立刻站出来指控，他说解放军动用了民船架了800公尺的栈桥，这个是不是已经在为登陆台湾做实战准备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事情，高市早苗竟然在此刻已经这个彼此的关系这么恶化的时候，又谈了不排除造核潜舰和选项，是被中国逼出来的防卫升级，还是日本主动把东亚又推向了更危险的境界呢？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美国是持续的默许的吗？接下来会来关心到的是中俄其实现在也同步的施压，双线的战场也在升温，这是在测试美国极限吗？如果真的出事了，美国来得及来援助驰援东亚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在大陆的这一场围台军演习之后，日本媒体是马上出手，并且呢拉高了警报。这是来自于日本的读卖新闻的最新的评论。他说，大陆动用的是民间的滚装船，并且架了这个栈桥哦，透过军民联手来强化对台的登陆能力。他也在这边特别提到了这些细节，说解放军一共是动用了3艘搭载这种可折叠式的栈桥的船只，架设了大约长达800公尺的海上通道。日本跟美国都研判，大陆正在系统性的把民间的这些船舶纳入在未来的作战体系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有关于日媒的这些说法？难道解放军是真的已经准备进入所谓的实战准备期吗？将军怎么看？确实如此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大陆要武统台湾的话，势必要渡过台湾海峡哈。那这个台湾海峡，你就必须要2栖作战登陆。2栖作战登陆哈，其实第一波上来并不难，难的是它后续的持续战力怎么样源源不绝的把这战力运上来。你知道，所有作战里面最钝重的就是后勤哈，后勤也叫做辎重。你从这名词就知道，这重量是很重的。我们不要讲别的，光一挺机枪哈就7、8公斤以上哈。那如果说一箱弹药都10几公斤，那只是步枪弹；如果炮弹的话，那更不得了。通常第一波只是轻装部队上来，然后如果你上来之后，那这个守备部队一定会用重装的部队哈，比如说战车部队、装甲部队，将你重新将你歼灭在滩头。所以这个时候后续源源不绝的重装还有武器的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上来以前来讲的话，如果靠着登陆艇来讲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哈。一艘登陆艇，你顶多就是带一辆卡车，然后上了岸之后你要再退回去，再装第2批货，再上到岸，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所以最好方式就是能够从海上
卡车或者战车用这个接驳的桥梁一辆一辆的直接送上来。你看看啊，部队上岸之后，第一个这个士兵要吃饭，大概每一个人的体力大概就要吃饭。第二个，这个要有弹药，要有油料，要有战车，要有火炮所以你必须要有桥梁。你说光靠轻装部队，那大概这个仗半天就结束了。所以源源不绝上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当然如果说用这种战桥来讲，我认为说能量还是不够的。以这个2次世界大战，我们看诺曼底登陆来讲的话，它用的是人工码头，人工码头靠上去以后，然后后面其实源源不绝送上去，但最后它最初的目标还是夺取一个港口，叫做社保夺取社保之后，它可以利用港口以后将它的货轮靠到码头，战车才可以下来，货品才可以上来。那现在来讲，解放军说靠到码头，你还要有码头，要有设施，要有起重机，这些才可以将这些装具掉下去。所以解放军现在来讲的话，它除了这个战驳，可能是为了建立滩头堡这第一道的作战工事建立滩头堡，然后挡住敌人的反击部队。后续他要再上来，要继续发动攻势的话，就必须要要夺取一个港口。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讨论的，不管是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台北港、台中港或者是高雄港，甚至于永安渔港这些港口。那靠了这些港口之后，我们台湾会怎么做呢？我们当然知道你会这样干了，所以我们会将码头的设施给你破坏掉，对不对？把你起重机弄自己将这港口封锁起来，把这个机具给弄坏掉，让你没办法运用。所以解放军他又用了第二招这叫什么？叫做滚装货轮。滚装货轮它就是我就知道你会把起重机给我关掉，我没办法用起重机。对，我货轮靠上去以后，我这挡板一放下来。以前我是运比亚迪的车子的，或运怪手或运推土机的这些货船，我里面就可以装个坦克车嘛。装个战车嘛，装个轮型车辆，我只要有个码头，这个甲板一放下来，我后面的不管是这个卡车、战车、火炮，源源不绝就可以等到下来之后，当然就可以发动攻势。所以它除了这个战桥之外，它还有滚装货轮，这都是为了做攻台登陆作战的各项的两栖作战的准备工作。好，这个是这个日媒特别就这个解放军这一次的军演的动作，也做了一个在军事上面的一个分析。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最新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有关于日本是不是会造核潜舰，也就是在中日关系如此的紧张之际，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然间他接受了读卖新闻的专访，他就松口说不排除引进核潜舰，并且称日本需要为类似俄乌战争的长期冲突做好准备。另外呢，媒体报道他可能也会为了修订安保3法来做铺路。安保3法当然就是剑指中国大陆之外，甚至也触碰到了所谓的非核3原则，会去做松绑。那在高市讲完这些话之后，我们来看到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立刻跟进配合这个高市早苗造势他登上了美军的核潜舰考察，并且他也说应该确实日本应该讨论一下有关于核选项。那这套日本版的俄乌剧本就是立刻遭到了专家质疑，他们认为说你乌克兰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境乌克兰是背靠这个北约的大陆国家，补给线当然很通畅，不像日本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周边有这些中国大陆、俄罗斯跟朝鲜3个永和强权。美国你隔了一个这么远的太平洋，根本很难驰援吧？所以高市早苗这个时候讲了这些话，究竟是要防卫自保，还是他会让这个整个东亚又陷入很危险的境界？美国现在是在默许日本的这些动作吗？委员又怎么看？都是。答案都对。首先，日本的右派很早就在主张要修改安保3文件，主要的核心、最重要的就是要废除非核3原则。因为在日本的安保体系里面，不持有核武器，然后不制造核武器，不进口核武器，卡住了日本的核武器的发展空间。那这样子的一个国会通过的一些政策法律，这右派说这个不算数呼呼的重新来要持有、要制造，还要进口，3个都要。当然呢，面对的阻力，除了日本国内有反核团体啦，也有左派的力量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反对的。但是注意到美国不吭声，就表示美国说你们去讨论看看，他在放风声、观风向，所以完全不吭声，因为你也不能说你赞成，
到时候箭头到你了，你也不能说你反对，因为你心中窃喜。美国人的算盘是这样子，所以美国人默认是有他这个策略。如果大家都反对啊，就暂缓；如果好像反对没有很强烈啊，那就开始在做哈。所以处理掉这个非核三原则，核子动力船潜水艇就简单了，因为它可以像澳洲一样便捷啊。我是核子动力啊，我没有核子武器啊，我保证里面没有装核子武器的设施跟平台，就跟美国的维吉尼亚潜水艇一样，只能够攻击水面战舰或攻击陆地上面的目标，但是本身没有装核子弹的设备，可不可以区隔？可以。那可不可以改装？也可以啊。所以这两种东西哈，就看你怎么辩护。但澳洲显然是辩护得很成功。那日本会讲说，澳洲都辩护很成功，为什么不行？然后韩国都要有了，为什么不行？所以他想要透过核潜舰作为第一步突破日本做核子武器的这样的限制。那全世界最容易做核子武器的，就是没有核子武器最容易做核子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因为它不要像伊朗那买那个铀来，那么离心哇好辛苦啊。因为最好的离心机是什么？核燃料核电厂。那日本这么多核电厂，经过几年然后它做核循环，就燃料棒烧完了以后，拿去把它加上一些外面的表面的处理了完以后，我们这个出来新的燃料棒叫 MOX， 就是氧化金属物，可以再拿回去再烧一次。那可是中间就会刮下了很多布就是做核子武器的原料。那这么多年以来，日本已经获得美国的许可，可以做这个核循环。那中间产生的布已经有40公吨，40公吨可以做差不多5000颗1万吨 TNT 的核子武器，那对日本来讲，它不需要离心机啊，它马上就可以做了。它现在缺的是平台，是导弹，是飞机这样子而已所以右派觉得我这样子做完了以后，我有核武器，我有核潜水艇，未来我还会导弹等等的武器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对中国大陆采强硬态度啦。我干嘛？你叫我投降，我投降啊！你说叫我承认南京大屠杀，我就承认了。日本就全部跟你否决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中日关系非常大的转折。好，就在此刻，我们看到中日关系陷入极危险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北京针对了高市早苗的这一系列的谈话，也做出了随即的反应。我们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的最新谈话，他痛批说呢，日本领导人挑战大陆的领土主权跟二战的历史结论，也警告说不要再让军国主义复活了。那大陆也。这个媒体也特别点名了有关于日本现在内部自己经济陷入3大困局，但是你却在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挑衅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点出日本经济3大的困局，包括日元贬到34年新低，国债殖利率冲破2%，政府债务更是超过 GDP 的260%，即使央行紧急升息也无效去拯救那解放军围台之际，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也同步表态，也就是说，在今天的1月1号元旦开始，他会在北方4岛展开为期2个月的实弹军演，力挺大陆到底。现在看起来是中俄同步施压，那日本跟台湾会不会陷入双线的一个风险当中？赖老师又怎么看？同时也看一下王毅的谈话。我们看一下日本到底是不是在改变整个国际战后的国际秩序，确实是已经改变了，而且这个会引起重新的一个思考。很简单，过去日本在战后他战败投降，他长期以来它都是美国的安全系统下的保护国，所以它是被保护的国家。第二个，它没有攻击性、侵略性的武装力量。第三个，它的宪法规定它是不能够用武装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非战宪法或者和平宪法。这样的情形，日本不构成东北亚区域间的任何一个威胁，所以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或者是朝鲜、韩国等相关的国家不会把日本当成一个威胁源，对国际秩序或者安全有破坏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军国主义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悄悄的把日本转变了，这个也跟美国有关。我觉得美国可能还没有体认到日本已经开始在进行本质上的一个变化。日本的军国主义，它越来越主张它要发展攻击性的武器，它的武器也要出口，然后它要把它的军队要
变成正常化的一个军队，也就是不再是自卫队，而变成一个军队。好，他现在又要开始希望说他拥有这个核武的力量，所以他要修改宪法，他可以用武装力量来解决国际争端，所以他等于是要涉入国际之间、区域间的问题了。啊，那问题就来了，当日本越来越失控，美国最后能不能完全掌控住日本？这又是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问题了啊。那你想，当日本它开始在做本质的改变的时候，它也要拥有核子武器。那它要拥有核子武器，那俄国会不会感受到威胁跟安全上的不安全感？会。例如说，俄国在欧洲部分里面，他就感受到这个北约国家对他的威胁。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战争？你看。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打，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打到这个普丁的住家，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这一块地方对俄罗斯来讲真的是无险可守，所以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广大的缓冲区。缓冲区里面一块就是乌克兰，一块就是白俄罗斯。那现在整个北约也已经在改变这个国际战后的秩序的情形下，对俄罗斯来说，他就只能够被迫把他的核武器往前推了，那他现在的核武器已经要往前推到白俄罗斯，所以他的真果导弹也已经部署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也有装核弹头了。那白俄罗斯一过去就是北约相关的国家，所以欧洲的国际秩序在改变了。如果日本一旦也开始要拥有核武，开始在研究开发核武的情形下，俄国也一定会在远东这个地区部署核弹头了。他一定会这样做，所以目前来说，他在元月开始2个月，他要在北方四岛进行军事演习，我们就不能不排除俄国也有可能把核弹头往这个远东地区一旦部署。如果俄国在北方四岛部署核弹头，在远东跟美国交接的地方也开始部署核弹头，特别是中程的弹道导弹的话，这个马上就改变了东北亚的局势。日本一旦拥有了核弹头，拥有了核子武器，或是朝这个方向走，它威胁的不只是俄国，也威胁中国，也威胁朝鲜，也威胁到韩国。韩国也要拥有核武器。那这个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就转变了。难道韩国人不会重新去想，你当时也侵略过我？难道美国人不会去想，你日本人也曾经侵略过我？而当现在的日本越来越衰败的时候，军国主义会不会回到他过去？当日本在走下坡的时候，发动对相关国家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日本相当有可能把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做改变。福建舰这一回不回上海，直奔青岛。尤其今天要关心到是大陆的双航母一起现身了。北京现在我们也来看到它接下来的这个备战节奏，难道是要亮牌了吗？下一步会不会就是突破第一岛链，并且直指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在上周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福建舰成军之后，穿越了台湾海峡，当时国防部长顾立雄他研判说，福建舰它是要回上海的这个造船厂去进行缺失的改正，结果呢，没有想到最新的卫星照片直接显示不是啊，福建舰并没有回上海，我们看到它的方向哦，当时它是直接的和辽宁号就出现在青岛的军港，并且卫星照片这边显示他们是一起做同框的。好。另外一部分就在这个时机点上，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大连海事部门的最新的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呢，这个发布的航行警告啊，包括在渤海跟黄海北部部分地区呢，现在要进行，就是在这边画了一个军事的禁区。军事专家怎么分析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位是李亚强，他说福建舰和辽宁号有可能进行的是双航母编队的演练，除了在黄海之外，现在看到的黄海，他认为如果说两舰现在最有可能的动作，会不会就是一起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地区？他说，如果真的发生，也不令人意外。所以呢，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这个双航母共同穿越第一岛链，它的几率有多高？会成为下一波北京对日本施压的主力手段吗？委员怎么解读？对，在讲这个之前哦，其实大家刚才从思明讲的这些新闻背景当中，就不难发现，
这个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啊，它永远都是这种鸵鸟心态哦。就如果今天是一艘加拿大的船啊，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他绝对不是这样讲的哦，他就觉得哦，加拿大展现了这个台湾海峡可以自由航行的决心哦，这个表示西方社会关注台海的状况。如果过了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也绝对不会这样讲，他已经敲锣打鼓的说，你看，这代表美国捍卫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过一艘中国大陆的福建舰，就说人家去改正缺失了，就搞了个半天。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要急急忙忙的回去修船了，所以经过了我们的台湾海峡。这民进党就是这种250的这种阿 Q 精神哦，就好像以为这样讲完了之后，台湾就很安全了。国防部长讲的，对，乱讲话，而且还是国防部长讲的哦。所以你回过头来讲，你说今天当这2艘航空母舰同时出现在青岛，准备这个极有可能要往黄海甚至突破这个第一岛链。当然，就是代表的是中国大陆仍然准备对日本做极限施压嘛。其实到现在啊，你如果看高市的谈话，他就是死鸭子嘴硬，他已经想尽各种办法，用各式各样周边其他的语言去表示说他要深切反省哦，这个立场没有改变。可是中国大陆就是没有买单哦，不但没有买单，最近还再一次的要求说日本要撤回。所以代表说这件事情恐怕不是说大家糊弄几句哦，然后混一混就可以混过去了。那么因此你想想看，中国大陆所有能做的都做了哦。那么当然他现在就要丢下更多的工具箱里的工具了嘛。我们刚才在讲说，好，没有观光客，好，日本要挺，这要挺，恐怕他这个半年、1年内他就会这个观光业就受到重伤了。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可能希望更早去解决这个争议啊。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极限施压，就是军事的极限施压，对不对？我的这个军舰在钓鱼台海域出现，你可能没当一回事，当作没看见，或者是抱怨几句。现在我2艘航母如果突破第一岛链，就经过你旁边，就这样大拉拉的过去，那你究竟是该怎么办呢？你是要反应还是不反应？对你小泽这个近次郎，你究竟是要针对这样的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如果你日本不反应，那么就显然你日本对于你周边的主权的掌握力道不足嘛。可是日本如果你反应了，你又没有种打。真的要打起来，真的要有任何规模的冲突，中国大陆都不会怕的啦。讲白了，中国大陆的人民想打日本已经想了很久了，就是看日本不顺眼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哦，就是你自己去把头伸到狮子的嘴巴里头去，你不自己找麻烦吗？所以我觉得套一句我们中国俗话说，叫做招人者贱，打死无怨啊。就是你没事就不要去招惹别人，你去招惹别人了，那你当然你就要负起应该有的代价跟后果。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如果这个高市还没有撤回，他还是要玩这种文字游戏，那么我相信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施压的这种极限施压的力道会持续的增加，增加到你日本不得不把那句话吞回去，因为显然，中国大陆做了这么多事情，美国都还没讲过话哦。美国唯一讲的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川普叫高市离台湾远一点，台湾的事你不要插手。所以美国并没有 back up 日本，没有美国的日本根本就是一只跳梁小丑而已。他原本之所以可以张牙舞爪，是因为他以为他可以把背后的老大哥拖下水。可是当老大哥站在旁边观看的时候，那你就看这个跳梁小丑怎么收尾吧。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双航母就是出现在这边，对日本做一个极限的施压。那我们也看到说2艘嘛双航母，一个是福建号，一个是它的辽宁号，最资深，一个是最新，他们可能会在这边演练什么样子的科目，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辽宁舰接下来可能会传承它什么样的作战经验，又给这个福建舰，干哥怎么看？好，这2艘船其实在基本的构型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2艘船在黄海进行双舰编队，也有可能突破第一岛链，这件事情的意义比较大。你要知道，我举偷袭珍珠港为例，也就是在1940年左右，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17号发生的。那在这之前，你知道日本机动部队的航舰、这个飞行员着舰的训练以及投弹训练，整整进行了1年半。在哪里？在象模湾，东京湾的外海，在象模湾。那现在像福建舰跟辽宁舰，他们要做的也是一样的工作。为什么？我准备应付你的攻击，或者是我准备应付我必须攻击你。也就是说，这些事态没有转圜余地的时候，你们的航空母舰编队要马上能够反应得过来。当时日本的4艘第一线航空母舰，赤城、加贺、苍龙、飞龙，这4艘航空母舰都是全日本的精英
所以现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上面也都是精英，他们最可能会进行的转换演练是什么？是辽宁舰上的这些官兵，当然是比较有经验的，他服役已经接近10年了。那福建舰是一艘新船，它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赋予战备任务哦，它还没有正式的赋予它的作战训练跟计划。那所以说，他们双舰的联合演习是必要的。为什么？就是在准备，万一要打一场像珍珠港那样的仗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而不是各自为政。因为日本在以前的作战就是各自为政，这是在战争的经验累积下来所发现的。那现在在数位时代的话，当然绝对不能各自为政，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曾经说过了，以电磁弹射，这是最新的全球技术为主的福建舰的起降技术，你到了辽宁舰就要改回传统的滑跳起降。这2艘航空母舰上面的航空队一定彼此要熟悉，也就是说，本来我是辽宁号上，它是传统起降，可是现在我到了福建舰上，我要用高速的电磁弹射弹出去，那完全是2回事。你们2支航空队能不能互相替补？能不能互相交换？你不要到时候真的打起来了，那艘船你落不下去，那艘航空母舰落不下，为什么？因为没有交，所以这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除了辽宁舰是传统母舰之外，还有一艘山东舰也是滑跳起飞的，所以福建舰有带领他们，也有像老的这些海军航空那个飞行员那个求教取经的那个经验。这件事情我坦白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只看到他们在海上，你不知道那个训练有多绵密，有多繁杂，而且我敢讲，大陆海军的训练绝对会比当年日本海军或美国海军在2次大战的时候还要来得频繁。所以说句实在话，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去的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好像简单，它非常复杂，而且它的训练是日以继夜。如果连晚上的训练都成功的话，代表这艘船已经可以担起战备了。为什么？夜间起降最危险，夜间起降成功的话，这艘船就直接进入战备。好，一方面我们从大陆这个航母的军事动作上面来看一下他们这个备战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大陆自己内部就人事的变化，似乎也在进行一个备战吗？等一下会请苑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读，因为这是最新的人事变动啊。2位包括了是在东部战区的司令员跟中部战区的司令员呢，最新他们在12月22号大陆的这一场中共中央军委上面举行了这个叫做晋升军衔的仪式。那习近平亲自受接，他们就2位都晋升为上将了。那大家在观察说，这2位之所以晋升为上将，这当中可以特别观察比较特殊的3点，包括第一点就是因为这是在习近平打贪腐之后首次的晋升仪式。那这2位他们的背景也比较特殊，过去都是空军，那过往的经历也都没有任何明显的派系背景，其中1位还是今年93阅兵的总指挥。那为什么选这2位呢？是代表空军他想要习近平想要强调空军联合作战未来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吗？那是不是也代表打贪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现在在为备战做准备吗？苑老师就这些问题怎么解读？我必须要强调哈，这个前一阵子的话呢，上将9个，然后被调查的大概就是3个，合起来一共45个，就是从少将、中将到上将。这个力道的话呢，就是以打贪反腐的名义不可谓之不大，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是集中在火箭军里头，所以从这里面的话呢，他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说是这个习近平主席他讲的非常对就是你要当官你就不要贪你要贪你就不要当官这个做得非常，它里面象征就是他的权力大权在握就是不单单是枪杆的出政权，党指挥枪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很多人话在解读讲这个军队抓贪污什么的会不会影响军心？不会的
啊，绝对不会。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这个就是很少有这个军队里面升到上将，就是可贵中的可贵啊。那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前面3个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张幼霞开始啦，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参加这个典礼，就这个后面2个穿的空军的制服啊。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部战区跟东部战区，你想也知道，你大家看一下东部战区啊，那南部战区是针对南海部分，那东部战区针对台海跟东海这个情况，这个地方比较紧张。那你这个整个这个司令员的话，在空军上来讲，接着就会一起升起来，确实是代表他们非常具有这个地位啊。这个名正言顺的话呢，所以说就是一个叫做韩胜言，是这个93阅兵的一个总指挥官。那另外杨志斌的话呢，啊，这个他是东部战区。对，杨志斌的话，河南人的哈，那个韩胜言是这个河北人。那他们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位的话呢弥补提高，就这个战区的司令员。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因为空军现在的任务非常吃重啊，这个不是只有台湾的岛上环台啊，联合利剑日本也搞了。现在日本的话呢，大陆我跟你讲哈，这我们国防部顾立雄是只敢讲这个别的哈，他不敢讲啊。你知道今天就是现在搞不好都有大陆的飞机绕过来，空军的环台的力量影响非常大。对，那这日本心里有数了，日本有数，那这个飞行员感受到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目前为止只有空军能够真正出现一些威慑的效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东部战区跟中部战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是吃重的位置。那他们这次的话提升为上将，基本上的话呢，我感觉到就是好像要准备做点事情的味道了。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